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在贵州的大山当中。贵州大部分是喀斯特地貌，所以就造就了很多千奇百怪的石洞，还有一些天生桥。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土匪洞，就是以前有很多土匪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通过航拍的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山上面大大小小的洞穴非常多。按照资料以及当地村民讲，这个地方以前生活了非常多的土匪，也就是说，这个洞穴里面呢非常大。现在呢，我们就去这个洞穴里面看一看。我们刚到这里就碰到一位当地的村民，他可能是去赶集回来。上去过没有，爷爷？上去了。以前听说是住土匪的是吧？哎，什么时候的？哟，是那个我们还小棍儿。哦，那时候土匪很多是吧？哎，土匪很多。哎，清朝就有人都在那。哦，就是地主在那里，哎，后面就土匪在那里。哎，这个洞穴是在半山腰，我们过去的话就一定得爬山上去。这一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是人工开凿的。你看贵州的山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的，一层一层的，所以说贵州建房屋很多采用石头以及石片来运用，因为算是就地取材，不像很多地方的石头不好开垦，而这里呢就比较好了。你像这些石头厚的稍微打磨一下就能够作为房屋的砖，而薄一点的呢就可以做那个瓦片。土匪渡在云贵川以及湘西、鄂西这些地方啊是可能比较常见的，最有名的可能就是湘西八面山那些土匪洞，我还没去过，以后可能会去。不过还好，这个山不是很难爬。刚刚在下面碰到一位村民，他跟我说，你一个人来的话不要走太里面，因为可能空气不太好，就是让我提前有个准备啊。那么以前这些地方应该是有人把守的，就是防止陌生人或者其他人来。已经到了，这看起来都有点像一个城堡一样。它这里有一个门，在隔壁还有，这是一个大的山洞。你看这里有一个门，我们就先来这边看一看吧。看到这种城墙，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土匪这么厉害，会修建这样的吗？其实我们看过很多土匪洞，一般这种场合最开始基本上是附近的大地主为了躲避土匪而修建的一个藏身之处、藏宝之处。那后面才是土匪来了这里。这个石头非常大哦，里面别有洞天呢。这个跟我在湖北利川看到那个山寨很相像啊。走，去里面探索一下。有人吗？有没有人在？非常安静啊，相当于是我一个人在这里探险。它这里四通八达的，那里有道路下去，这里也有一个，那边也有。那其实里面可能有1-2公里吧，我猜想是这样的。这个寨墙大概有1米多厚呢，上面是可以行走的。那么这些石头就是这个洞穴里面开垦出来的。哇，真的是四通八达，那边也有个路。那个城墙也是我们刚刚看到的，等一下去那边。也就是说，从这边到那里都是洞穴啊，那边还有个城墙一样。看看附近的环境，全是大山呢。我们现在这些地方都是有很明显的道路，那在100年前、200年前，这里没有路的话，一般人是找不到这些地方的，因为贵州山太多了嘛，随便走到一个山沟沟里面都没人知道。
往前走一走，这地上的碎石特别多。这有个通道，那么当年这里可能是有人生活。好深呐，都看不到头，我就不往那边走了，因为有点吓人，一个人不敢太往里面。这边又是一个通道，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些石头当年都是开垦过的，也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寨墙、城墙，就是从这些地方弄的石头。我刚才还听当地人说，他们夏天呢都会来这个地方避暑，因为这里面很凉快嘛。我刚刚走到那里面呢，还有个风吹出来。刚刚看到的是相对来说简单一点，核心就在这一块。它这里跟我们城市一样，分为内城、外城，有2道城门、城墙。那这里就是第1道，里面呢还有一部分。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城堡式防御的一个山寨。在这个第1道大门旁边还有一个小门，那么这个猜想可能是当时的那些土匪啊从这里进出，因为大门的话一般是关闭的。这个石头真的是很大呀，长度可能有60公分，厚度10公分左右。一个拱形的门，以前上面都是有石头的，现在都看不到了，因为历史比较悠久。听刚才那位大叔说，这里建筑主要是清朝开始建立的，清朝中期吧，后面到了清朝末年，那些地主因为一些事情，那土匪就把这个地方占据了。这边也是属于城墙，那里还有一些一个小洞，就有点像瞭望口、观察口。看到没有？那里那个建筑更精美，而且呢更厚更大。这完全是在石山上面开凿了一条阶梯石板路。这里属于贵阳清镇市啊。大家看看，这里墙壁上面很多小孔，是不是当年的那些枪爆孔啊？因为这个地方大概在100年前是有土匪的，1个、2个、3个。这里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内城内室啊，从这里进去呢，就是核心人员待的地方。而且呢，这个地方也花费了大功夫。看这个用石头堆砌的墙壁都不一样，它中间还有那些石灰、山和土粘起来的，就相当于固定嘛，就跟水泥一样。而且这个门的石头，大家看看多大，高度差不多1米，厚度的话快20公分了，非常结实啊。这边也是如此，这跟我们之前看的那些在悬崖上建造的房屋非常相像啊。在这个地下还看到一个石头，这是当年的门栓用的石头，从这个洞也能看得出来，当年的门非常厚。建造这样的地方，那个当时的地主财力很雄厚的，因为土匪他不可能花费这么大的功夫来建造这些地方的，他最多可能就用这些石头堆积一下，不会像弄得整整齐齐。刚刚我们在外面是看到墙壁上有很多小孔，说是枪眼，那在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1、2、3，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3个。那么这里当时可能就是站了3个人。假如说以前的地主或者土匪在这里防御观察，就站在这里。因为清朝中后期那个时候已经有那种武器了嘛，那在100年前就更有了。上面那个应该属于瞭望口吧，并且大家看一下这个墙壁有多厚，1米多，而且是这么巨大的石头，一般的武器都弄不开的，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应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这以前全部是比较完整的，只是说经过时代历史，这些石头很多是倒下去的。你看看，在这里真的是不是？我们看到下面是一览无余，下面想上来就很难了。那里有人守卫着，我们这个地方也有，谁也进不来的。我们上来能够看到这里全部是石头。那其实当年建造的时候，不光上面有很多这种孔，那么就是搭建阁楼、放木头固定用的。这边全部都是如此，看得清清楚楚。因为这个洞穴，它有阁楼的话，就相当于更高一点，上面站在阁楼上看远处看得更清楚。从这里到进去都有。那个地方好像还有一个木头，上面那颗木头看得很明显吧。然后在这两边也有很多这种小孔。那么这里呢，应该是说有好几层，因为在我站的这个位置大概是一层，然后上面也有。当时他们搭建阁楼方式就是这样的，两边弄个孔，然后把木头那种石梁放进去。因为作为土匪也好，作为地主也好，他们在这里面生活或者躲避，肯定是也想弄得更好一点。住在这样的地上或者石头上面，肯定没有那么舒服了。住在那种木头阁楼上面，就会好很多。就是说，当年地主或土匪的卧室很有可能就在这一块的位置。大家猜想是不是这样的？这个洞口其实看起来有点像一线天的感觉。这种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神奇。这边应该比刚才我们看到那洞穴大得多得多而且也更长。听说大概有1-2公里，不知道真假。我们就往里面走一走，里面也是漆黑无比不过呢，我可能也不会走太深，因为一个人不太敢走。说这里最开始是地主居住的，后面变成土匪洞。他们在这里生活的时间可能还挺长，很多人就会有疑问，那他们水资源怎么解决？其实在这种大的溶洞里面呢，一般都是有地下水的，我们看能不能找得到。它没有水，就肯定是生存不了。这地里面很湿润，那么证明之前肯定是有水的。不知道要走多久。这里塌掉了，这是干嘛？不知道是为什么。哦，不行，我手电筒好像快没电了，不敢往里面走了，因为手电筒没电了。我们只能在这里面简单的看一下。从这里一直往前走，大概走个1-2公里它有出口的，也就是说，这个洞穴是贯通的。我们刚刚城墙那里属于入口，一直往前走呢有出口。这洞穴尽管说是天然形成的，但是里面还有一些应该是以前的地主和土匪他们开凿的。因为入口这里如果有紧急事情，他们出不去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想尽办法从其他的地方为了逃生，所以呢在那边也打通了通口。也就是说，这一块呢，这个大山基本上是被掏空的，因为从航拍的可以看到，这里呢那些洞特别多，不管从哪个方向都可以出去。刚刚当地的村民他们讲，这些地方其实都是连通里面那个通道的，能够看到光线的，而这里就更明显了。有一位当地的村民说，从刚才我们入口那里能够下来这边，同时也能够去到山顶，相当于我们一直说的四通八达。这个洞是不是很多，密密麻麻的？那边也是都能出来的。我其实挺佩服当年修建打造这个山洞的那个清朝中期的地主，真的是很厉害，财力很雄厚这个是很明显有人盗过的痕迹，因为那里放了一块石头。那么这个土匪洞我们就差不多干完了，大家觉得是不是非常震撼？